大家好，我是陶三丰，目前正在骑行西藏。到当熊的第一天我就发烧了，在高原发烧，这是一件很致命的事情，所以我临时找了一个庇护所休整了4天之后，第5天准备翻越海拔5200米的纳拉根垭口去纳木错。刚刚出发的时候，天气万里晴空，一路上也碰到了很多藏族大哥。随着海拔的不断上升，开始刮起了逆风，紧接着下起了冰雹、大雪。此时此刻，我只能往上走，坚持到垭口下山，才能有村庄，才能吃口热乎饭。当时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必须上顶峰。前路漫漫，雪花飘飘，我蹬啊蹬，不断地给自己加油打气。最后快7点多钟的时候，雪终于停了，垭口也在眼前了。当时降温降得也快，路面都已经结冰，天也渐渐黑了下来。垭口刚好有一间警察厅，我为了安全临时改变了计划，在房子里准备住一晚，明天天亮之后再下山。晚上降温之后太冷了，外面这个风像狼吼一样一直吹，并且这个温度已经降到0下了。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水杯，里面的水全部冻住了，包括还有矿泉水，全部也冻住了，已经结冰了。这个门吧，我重新给它搬过来之后呢，它窗户是透的，然后我又找了一个床板，用我的自行车顶住中间，烘了一个废弃的大衣，这样糊住，风的话就灌不进来。今天晚上我就准备睡这个沙发，这边铺上一个防潮垫，就在这里可以睡觉了。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，我在这边发现了很多方便面的调料，然后这个应该是油条吧，还是油果呀？我看起来还是比较新鲜的。最主要的是什么呢？这个暖瓶里面水有半壶多温水，应该是今天白天有人在这里烧了水煮了泡面吃东西。这是一个警察的一个厅嘛，应该是警察在这边值班的时候吃的泡面。哇，这运气太好了，我这水全冻了，这边就还剩一点点水。今天晚上是够的，如果没有这一壶水那就完了。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，运气始终是这么好。现在准备做饭，把这火锅热一下，手指头都快冻下来了。今晚也是第一次在海拔5200米的地方睡觉呀，在这个垭口这边，外面都刮着白茫茫的大雪，刮着这个白毛风，无人区的平均海拔全是5200米啊！如果到时候全部都是这种0下，那每天的水都要冻住，也喝不了呀。先把底料放进去。然后再放菜包，来一个辣椒面，还有一个牛肉干。这里还有馒头，2个馒头，大馒头也是带了3天了。然后这里还有花卷，花生米，还有个花卷。好香啊！来个花卷。我今天一路爬了山过来，路上有遇到3个藏民的那种皮卡车，说要拉我上去的，都被我拒绝了。还遇到一个朋友是
给我一瓶水，遇到了一个给我加油呐喊助威的一个大哥。这一锅我决定连汤都不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最近特别想吃辣。我现在2个脚都是冰凉的。吃牛肉。好爽呀！我不知道在这睡一晚会不会缺氧，但是我想尝试一下。我感觉这一路骑过来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尝试一下5000的海拔，但是我发现我这个装备还是有很多的不足啊。太冷了，保温杯得换一个，不然没有热水。我今天晚上尽量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吃没，全部吃饱，然后好好睡觉。明天天亮出太阳了，然后直接下山下到那个村镇去吃早餐。我到现在这个2只脚是冻得冰凉啊！开这个小火烤一烤袜子，把这个给它烤干。感觉它这个温度的冷和实际那个温度的冷是不一样的，要冷好的我估计得零下10多度，真冷啊！这个垭口，嗷嗷大风。幸亏有这点水。这大晚上外面来了好多车呀，都不嫌冷吗？在这里，哇，呼呼的风吹着，哎呦，不管了，太冷了，我要睡觉了，情绪太就暖和了。好冷啊！我天哪，怎么还没出太阳呢？安全度过一晚。刚才房东大哥过来了，是一位藏族人啊。他打开这个窗户之后，看到我在里面睡觉，他说：“可以的，冷不冷？”我现在所有的行李全部已经收拾完了，把自行车推出去，然后行李装车，下山去吃个饭。现在外面好多的游客呀，男男女女啊，有的开的房车，有的开的私家车，还有大客车，一些司机啊会在这边、那边拍那个垭口海拔，包括这边撒那个哈达。等会儿我也去撒个哈达，我自行车上还有一个哈达，这个哈达是那位山东老乡哥哥姐姐送给我的，他说你到时候到垭口的时候帮我撒一下。嘿嘿，
真来垭口了。好，昨天晚上过来的时候啊，天气是阴的，雾蒙蒙的。这白天太阳一出来，周围的雪山一目了然，太漂亮了。那边就是那个垭口的石碑。啊，听着没人说的，听着没人说的。哎，听着没人说的。哎，大哥，听着没人说的。哎，好吃。多点，多点。这里排队，到这里排队。准备下山。这边能进去吗？哦，可以啊。哇，都是房子啊！这晚上有个地方住了。哇，真大呀，这房！忒大了，这房间。我去，害怕。哎，这好呀，这好呀，这有一个房间。
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陶三丰，我现在已经平安顺利的离开了纳根拉山口5200的海拔，下到了4800多海拔的纳木湖乡。这个乡吧比较小的，但是有吃饭，有宾馆。我刚好转了一圈吧，在附近找到了这样一个还没有正式使用的，应该是一个服务大厅吧。这里面的房子呀，大大小小的有个20-30间，我都看了一下，都是厕所，还有这个大厅。所以我晚上呢准备找一个小房子呀，在里面就在这里睡觉了。刚才呢，我跑到隔壁藏族大姐那边打了5升的凉水，准备洗个头。我的头发也是好几天啊，都油死了。这晚上一个人住这千把平的大房子，我估计有点刺激。现在准备洗头了啊。